我们上一期节目给大伙说了四大美人里的王昭君，这里边咱提到了王昭君呢，虽然说为和亲做出巨大的贡献，但是她的这个结局啊，和那三大美人一样悲剧收场。结果有的观众朋友不服气了，在网上留言说：“不对，老梁你说错了，怎么那三大美人跟她一样都悲剧收场啊？貂蝉是后来下落不明了，说关公月夜斩貂蝉可能挺惨。”说你这个杨贵妃最后上吊死了，挺惨。人家那位四大美人之首的西施，人家下场可挺好啊，跟心上人士大夫范蠡两个人泛舟五湖，后来这范蠡被称为陶朱公，做买卖赚了大钱了，那等于当时的比尔盖茨，世界首富啊。这俩人又是爱情合理的归宿，又日子过得好，你怎么能说西施是悲剧的收场呢？其实你是不懂，西施确实是个悲剧人物。这就如同我们现在说谁谁那日子过得好，富可敌国，不见得他就不是悲剧，因为内心的这种寂寞和遗憾是物质难以排遣的。为什么我这么说？因为西施的一生身不由己，他是爱范蠡，最后也跟范蠡在一块了，但是西施的一辈子是被范蠡利用的一辈子，是被范蠡绑架的一辈子。就是范蠡利用他的爱情绑架了西施，而西施最后心底的遗憾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挥之不去。所以咱们这期给大伙说说西施是怎么被心上人范蠡绑架的。越女西施貌若天仙，增半分咸鱼，减半分则寿。身带复国使命，深入敌营，居然是被绑架。郎才女貌，亦师亦友，乱世中的感情能否善终？本是仇敌，却生情愫，是历史的真相，还是后人的杜撰？救国女英雄最后的下场竟成谜案。本期老梁故事会，被绑架的西施。要了解西施呢，离不开三个男人。哪三个男人呢？头一个是越王勾践，第二个是吴王夫差，第三个是士大夫范蠡。这个历史掌故呢，咱们学过中学历史课本的都知道这个吴越两国世仇，夫差呢给上辈报仇，灭了越国。灭了越国之后呢，这越王勾践这个人呢，能屈能伸，就说我怎么能留我一条活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呢？自己主动提出来说，夫差你不杀我，我和我夫人我们两口子带上我的大臣，就等于我的家奴吧，士大夫范蠡，其实就等于国王、王后、宰相，我们仨到你这个吴国给你当奴隶，天天给你喂马、牵马，给你扫院子干嘛，甚至你上马往这一跪，踩着我这后背上去了，干这活。勾践，知道寡人此次出征为的是什么？争霸天下。知道就好。齐国虽强，但是寡人一定要让他们看到我吴国的厉害。上王一定旗开得胜。勾践，寡人踩着你的脊梁，借着你的吉言，大军到时，便是我凯旋之日。驾！哼！就这么的，这个勾践和他夫人再加上范蠡到这个吴国为奴。当然这2年奴隶的生活特别屈辱，屈辱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当时恶心到这程度，就说吴王夫差呢感冒了，生病了，勾践为了能够麻痹夫差，就说我死心塌地给你当奴隶，甚至亲口去尝夫差的粪便。勾践，你刚才真尝了寡人的，你就不嫌恶臭吗？臭，但不恶。怎么讲？初尝下来，味道微酸，这说明上王的身体在不日之内即将康复啊。夫差就认为，你看这个人，我已经彻底摧毁他的意志力了，死心塌地的给我当奴隶了，一点点就放松警惕了。然后这个范蠡就告诉勾践，你得跟夫差这么说，你说大王，你看我这死心塌地是你奴隶了，我们越国
有不少金银财宝，还有很多大美女。因为夫差这个人呢，贪财好色。说但是呢，你那帮人不知道这些，上哪儿搜罗去？我呀，原来的国王我知道啊。你打发我回去，我保准把这些都送到你面前去。夫差一听也行啊，现在你已经被我弄成这样了，死心塌地，你还敢烦我吗？放你回去吗？这一下子纵虎归山，就这么着把勾践放过去了。勾践回去可是回去，两手准备，一手是什么呢？叫卧薪尝胆。每天晚上睡觉啊，不睡到床上，说他国王不睡床上，睡就在夫差手底下当差时候睡马棚里头那草上面，这叫卧薪。尝胆呢，把个苦胆挂到这儿。每当自己觉得舒服了，追求享受了，伸舌头舔着苦胆，哎呦，真苦！想想在这个吴国遭的罪。另外一方面，厉兵秣马，偷偷摸摸底下打造兵刃，准备复仇。可是呢，这个时候吴国还很强大，怎么麻痹夫差呢？咱得说话算数啊！我得把金银财宝、美女给你送去。金银财宝好弄，这美女可不好弄。为啥？这夫差也是吃过见过的人啊，战胜国的国王。人家什么漂亮姑娘没见过呀？你说你这进贡美女，是说自古吴越之地多美女，就我们现在说苏杭多美女一个道理。但其实你琢磨琢磨，找这个美女要求太高了，不光是能够以美色呢诱惑夫差，更主要的是你把她打发过去啊，她等于肩负着潜伏的重任，跟余则成似的。你到那怎么能够诱惑夫差，让他能够干一些骄奢淫逸的事儿？同时呢，把情报还能传递回到这越国了，这不容易。这其实等于是变相的女间谍。所以这人首先得漂亮，上上下下就找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有人说是在这个诸暨啊，西施的老家浙江诸暨，说诸暨有个美女，说这美女特别漂亮，说漂亮到什么程度呢？她在河边啊洗衣服啊，这河里不有鱼吗？这鱼游到这儿，一抬头看着这个美女了，看呆了，都忘了使劲游了，看着看着，沉底儿了。说这叫沉鱼，说具有这样的美貌。这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范蠡听说了，说这事儿我得亲力亲为，我得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潜质当女间谍，漂亮成什么样。他就来到诸暨这边。西施一看，第一印象对范蠡不错，就这么着，范蠡把西施带回来了。带回来得过哪一关呢？越王勾践的夫人，岳夫人。岳夫人得看看呢，这丫头行不行啊？一看，小模样不错，漂亮，确实漂亮。可再看言谈举止，从上下打量打量，直晃脑袋，不行。说我们这伺候夫差2年了，知道这个孩子入不了法眼。说为啥呢？你看啊，这孩子有毛病，什么毛病呢？脚太大。这个4大美人啊，故老相传是各有各毛病。貂蝉耳朵小，所以呢戴大耳环遮一遮。这西施脚大，王昭君呢有点窄肩膀，所以披斗篷遮着。杨玉环、杨贵妃呢有狐袖，所以温泉赐浴华清池，叫温泉水滑洗凝脂，往里放香水干嘛？遮着这味儿。4大美人各有缺陷，就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。那么这西施脚大怎么办呢？这一说，当着众多女孩选上了好多人，哎呦，把西施给臊的。这时候范蠡说：“不忙，你放心，夫人，在我手里头调教，这不是事儿。”转回头带着西施，他干了件什么事儿呢？你别穿你那草鞋了，在大街上走跟盖印章似的，换鞋，换什么？木屐。什么叫木屐呢？俗称塌了板。咱们看日本人，女人穿的木屐，男的也穿。这个在春秋战国时候就有。这木屐呢，相当于现在的雨靴、雨鞋。为啥？它跟儿高，下雨天你走时候穿，脚不脏。而且木屐就跟咱们现在的拖鞋、人字拖似的，你穿那个鞋不跟脚，不可能大踏步跨开，所以它都是小碎步。所以你日本女人，你穿着和服倒小碎步，你看着摇曳生姿那么好看。所以这时候范蠡给他设计，你呀改穿木屐，这走道小碎步，你脚大看不出来。再一个裙子加长，据说长裙木屐那时候就流行开了。要不一看真不一样啊，你太有办法了，挺好。当众夸奖说西施国色天香，西施心里也高兴啊，
啊，自己身边的男人这么有能耐啊，让我这缺陷得到弥补了。所以那时候开始，他对范蠡的好感就成倍增加。转过头，岳夫人说：“这孩子虽然让你遮住丑了，可是言谈举止还是个村姑，不行，你得好生调教他。”范蠡说：“没事，这我强项啊。”范蠡学问大，还是个教育家，就把西施领回家里了。怎么调教他呢？教他呀读书识字，教他做人的智慧，教他怎么揣摩别人心思，教他这些礼仪啊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。什么叫这个行不摇头啊？何谓站不倚门？何谓这个坐不露膝？何谓笑不露齿？把这些礼仪都教给西施。本期老梁故事会，被绑架的西施。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大金野拉面独家冠名播出。不光是这样的，教的过程当中，西施没见过这么有学问的人了，所以西施崇拜上自己老师了，对他这个好感又增加了。而这个时候，范蠡教了他最关键的东西，什么？你这个穿上木屐了，这脚大也遮住了，那个夫差好啥呀？你怎么能够拿下他呢？这凡是这类好色的这个国王啊，都喜欢听个曲儿啊，看个舞蹈。你得学舞蹈。什么舞蹈呢？你这不穿上木屐了吗？踏踏踏，这声挺好听。身上我再给你装上铃铛，你一跳舞，浑身上下那动静配合这个节拍，你身体再扭起来，说白了跟现在踢踏舞似的，保准能把他迷住。天下没有这种舞蹈。范蠡当时据说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踢踏舞，这可倒好，铃铛带上，木屐穿上，一跳舞，你听这踏拉板，踏踏啦踏踏踏啦踏，另听踏，那铃铛叮了个叮，叮了个叮，叮了个铃铛，铃叮叮，山东快书加快板全来了。这个好听，这个有节奏感。光是这样不行，顺着节奏，肢体扭动。你看咱们看世界上有些舞蹈为什么漂亮？比方说拉丁舞，无论男人女人那种健美的感觉。你看一些民族舞柔美的感觉。你看国外一些很开放的舞蹈啊，身材这种漂亮，身体的诱惑。这时候范蠡教西施什么？其实是教他艳舞，随着节拍展示自己的身材。你想教这舞蹈，咱都知道，这舞蹈你得是动作到位才好看。范蠡就得手把手教，一男一女，时间长了，手把手的，耳丝鬓膜的，肢体有接触的，你琢磨琢磨，这就坏了，俩人就好受。本来就是我喜欢你，你崇拜我，完了身体还有接触，这不就坏了吗？干柴遇烈火。所以这时候西施是死心塌地的爱上了范蠡。那么从这上开始，西施的悲剧开始，就是他现在对范蠡的爱情呢，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儿。范蠡有更宏大的任务，自己的事业，我要把他训练出来，送到吴国，颠覆吴国的社稷，为我一生的人生最大的功业做贡献。所以所有的这些举动都要服从于事业最终这目标。我们得说，范蠡不是不爱西施，这么漂亮，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，也有感情，可是这些都得服从那大方向。这时候西施就说了，咱俩挺好的，咱就别去这个吴国了。说不行，我答应大王了，非得把你送过不可。那不行，你官别要，咱俩私奔吧，跑得了。范郎，是你找来了我，可现在又是你要把我当成贡品，拿来献给吴王，你难道心里不在乎吗？我当然在乎。那你就带我私奔，去天涯海角，到哪儿都行。我又何尝不想呢？可是几百万越国人都在当亡国奴，我身为士大夫，岂能只有儿女私情啊？这时候西施心里头都凉了半截。看来一切都是。可是她一个弱女子能怎么办？只能依靠自己的心上人来摆布自己的命运，她没有别的选择。你说啥是啥。范蠡这时候还给她灌心灵鸡汤，你将来就复国英雄了，你就流芳百世了。再说到那时你弄他个5、6年，把夫差弄死啊，咱把他天下拿过来，我第一时间就接你去。那是咱俩神仙眷侣在一块过日子，美好的不可想象。大灌心灵鸡汤，西施没别的选择，只能认了。而且范蠡给他提供未来画饼式的这个将来，他也觉得很美好。
他的感觉是可以跨越这段痛苦的岁月，直接能达到胜利的彼岸。靠着这种精神麻醉，西施撑下来了。回过头训练完了，把他送到这个吴国去。这夫差一见着西施迷上了，可是迷上，西施这个所有的心里头这个感情啊，都在范蠡那儿，怎么可能全心意投入到夫差这儿呢？投怀送抱，大王怎么的？所以呢，只能是强颜欢笑，敷衍啊，对付事儿。偏偏呢，正中夫差下怀。为什么呢？夫差是个很自负的国王，征服欲极强。就说你这一匹马到我手里，骑着很听我话，没意思，不要他。来一匹烈马，上下撂蹶子，哎，这男人的感觉出来，我非得把你制服不可。夫差是这么个人，一看怎么着，这美人对我爱理不理的，那不行，我非要征服你不可。我用我的才华，我来征服你，收获你的心，所以一门心思讨着西施欢心，那根本就无心理朝政，所有心思都搁在他身上。很快，吴国这国力也就不行了。然后越王勾践打回来，把吴王夫差给弄死了。范蠡这时候兑现诺言，第一时间进宫找西施。西施！这时候俩人呢都7、8年过去了，这叫执手相看泪眼，无语凝噎。两人有感情啊，可是这个时候西施的心态发生很大变化。咱们现在有句很矫情的话嘛，叫做人未老心已沧桑。咱看不少那个台湾电视剧啊，人未老心已沧桑，我一直是这样子的，就这种经常有这台词儿。这是西施真实的写照。他岁数并不大，这时候20多岁，怎么叫心已沧桑呢？所有的繁华都看过了，大世面都见过了。他自己想想，我那么美好的感情，说我为了国家牺牲，我这么些年跟一个我不爱的男人在一块儿，很屈辱的接受他，而我爱的人这么多年回过头再接我，感觉上好像还能接上，接得上呢。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，你也不是过去的你。绿酒朱唇空过眼，微尘缘字化微尘。明朝我即今朝我，昨日身有此日身。这种感觉非常复杂，五味杂陈。范蠡呢就把西施呢带回来了，可带回来出现很大变故。为什么？有个人呢出了贼心眼了，谁呢？越王勾践。勾践当初呢把西施送走，心里都老不是滋味。若不是这个国仇家恨，这么漂亮美人该是我的呀，怎么能给夫差呢？让他糟蹋这几年。但现在把他灭了，这美人可归我了啊！作为我的战利品。而且现在西施是越国上下出了名的复国女英雄，她更应该归我啊！跟我这复国男英雄在一块儿，所以动了这念头，谢谢大王，就打算呢横刀夺爱，从范蠡手里边夺过来。至于西施嘛，孤家想听听众臣的意见。西施是越国的第一美女，也是吴越百姓心中的英雄。她的历史功勋将载入史册，千古流芳。因此，臣斗胆奏本，恳请吴越君主册封西施为贵妃娘娘。范蠡早看出这步棋来，说这可不行，这个女人是我的啊！要真让这个勾践弄走了，我得多心疼啊！所以这时候范蠡一看勾践有这意思，马上带着西施跑了。西施，你哭了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我们离开越国了。我是越国的女儿，为越国献出了最好的青春，却连自己的故乡都回不去了。那么范蠡带着西施两个人跑了，私奔了。后来据说这范蠡做买卖挣了很多钱，被称为陶朱公，天下首富。那么说这两个人日子幸福不幸福呢？你大伙琢磨去。隔了那么多年，沧海桑田的变化，本来当初最美好最纯真的感情，被这些起起落落的这些事儿给冲击的七零八落。两个人再面对面坐那的时候，那能像老夫老妻久别重逢吗？所以我说这两个人后来日子再好，两口坐着你看我我看看你，心里会留下无穷无尽的遗憾。
所以你现在想想，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、杨玉环，如果这4大美人凑到一块儿，4个姐妹好好聊聊一辈子和男人之间发生这些事儿，那可真用琵琶行里一句话能总结：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为什么说西施是4大美人之首呢？不仅仅是因为年代上，西施呢相传是春秋末年的人，更主要一点呢，西施在某种程度上呢，她超越了王昭君、貂蝉、杨贵妃美人的独特称呼。你比方我们生活当中说，这2人谈恋爱，你经常说，哎呀，我那对象怎么好看？咱们有句话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意思在情人眼里就觉得对方是个美人。你看咱不说情人眼里出貂蝉啊，情人眼里出贵妃，咱不说这个，就是西施甚至已经成了美人的象征，美人的这种专用称呼。这回西施的地位在4大美人里排第1，这是当之无愧的。那么也有一种传说呢，说西施啊，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那个珍珠，那就是西施变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西施是哪里人呢？浙江诸暨人。诸暨这个地方啊，盛产珍珠，而且珍珠质量特别好，无论是天然珍珠还是淡水养殖珍珠，它比其他地方珍珠看着漂亮。那么这个传说的根据在哪儿呢？有人说这个西施啊，前身就是这个嫦娥月宫里一颗明珠，这个嫦娥呢就愿意把这明珠搁到手上，来回的弄什么，觉得漂亮好看，晚上放光。这个嫦娥身边啊有一只抱小的公鸡，这个公鸡啊也挺喜欢这个珍珠的。有一次趁着嫦娥睡觉的功夫呢，他把这珍珠拿过来，他也玩，结果玩两下没弄好，从月宫直着掉下去了。这金鸡吓坏了，赶紧从月亮里给追下来。这个珍珠掉到哪儿了呢？就掉到浙江诸暨。在浙江诸暨一条河边呢，有这么个女人在这里洗衣服。这个女人姓施，西施的施，姓施。在洗衣服的过程当中，突然看见这个珍珠掉下来了，一个明珠。他想伸手去抓，没抓住，这个珍珠直接奔他脸上来了，顺他嘴里滑下去，进他肚子。这个事儿就过去了。没过2天，这姓施的女子发现自个儿怀孕了。咱们正常人怀孕呢，说是一朝怀孕10月分娩嘛，得怀10个月。可是这个西施在她母亲肚子里一待16个月，就不出声，给她母亲急的。就这么一天，在屋里头捂着肚子喊疼难受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个金鸡站在房顶上，大中午的就开始打铃。这时屋里头珠光宝气。这时候呢，他母亲一下子把西施生出来了。这就是这个明珠到人间转世，这个大公鸡可以回到天上去向嫦娥汇报。所以这个西施出生呢，是在他们家的西跨院出生的。他本身他母亲姓施，所以给他起名叫西施。又由于呢，他出生的时候呢，大中午的这个金鸡直放光，屋里头更加亮堂了。这后来西施还有个名叫移光，就是非常光辉亮堂的意思。当然了，这个是传说，说这西施死了之后呢，他这魂儿又回到老家诸暨，就变成了河里那明珠。说是现在诸暨就成了珍珠之乡。那么这个呢是一种美好的传说。那么历史上呢，不老相传的西施呢，她确实是浙江诸暨，干嘛的呢？这小丫头啊，就是在河边给人洗衣服，咱叫浣纱女。这织出那布啊，她到河边给偷干净了。现在杭州呢还有浣纱路，这么一条路也是纪念西施。那么要提到西施在历史上的这个作用，咱们恐怕得把这个春秋一段吴越争霸的历史讲讲。开始的时候，吴越两国呀，越国强盛。这个吴王呢叫阖闾，在跟越国斗争的过程当中啊，这吴王被这个越国给弄，他儿子夫差也励精图治，想报仇，重用楚国来的大将伍子胥，而且让伍子胥时常提醒他。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啊，
夫差一点点把吴国呀弄得很强大。后来呢，跟越国打仗的时候呢，就把越国给打败了，还把越王勾践呢给俘虏到吴国地界，做了10年奴隶，伺候夫差，什么活都干。当然这是为了麻痹夫差，后来呢给他放回去了。放回去之后，这越王勾践，我们知道有个典故叫卧薪尝胆嘛，晚上睡在这个草堆上，只要把苦胆吊上，哎，一想我要是忘了报仇，伸手舔一下那苦胆。那么这时候他手下呢有这么2个名臣，一个叫文种，另外就是范蠡。这范蠡就后来相传西施她老公。这2个人呢给越王出了不少好主意。文种就是提出叫灭吴9术，就是想灭吴国，我给你出9条计策。这个计策里有些可挺厉害的，你比方说他呀给吴王啊每年进贡，贡什么呢？好吃好喝这不用说了，金银财宝不用说了，我给你弄些个高水平的音乐家啊，非常漂亮的美人，高水平的建筑师。说为什么要送这些过去呢？我给你送厨子过去，你是不是也让做饭呢？发挥的作用。我给你送建筑师过去，你就要大兴土木，大兴土木怎能不劳民伤财啊？败坏吴国的国力。哎，我送音乐家过去，你得天天声色犬马的听他弹曲唱曲，哎，就不理朝政。最厉害的里头就是送美人这条，因为越国当时的美女出名了，送谁呢？全国上好了这么2位，一位就西施，一位叫郑旦，俩人都是10来岁。那么选进宫里之后呢，这俩人漂亮那不用说了，可是我们说呢，一个美人漂亮不光是外在，还有内在的素质，言谈举止、体态、待人接物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勾践呢就把这个事交给范蠡，范蠡来训练西施和郑旦2个人。据说在训练过程当中啊，这范蠡跟这个西施产生了感情了，西施甚至不想去吴国完成这个卧底间谍的使命。那么这个时候勾践一看这可不行，怎么办呢？既然范大夫对西施有感情，西施也美女爱英雄，喜欢范大夫，行，我做主，你2人结秦晋之好，结婚。结婚可是结婚，不能有什么身体接触。你呀到了吴国去，完成了我给你使命回来，你2人逍遥自在，归隐林泉，我就不管了。其实这等于什么呢？勾践不是傻子，通过这个方式也把西施给拴住。你说我把你派到那头，这头你没有你惦记个人，你那边寻欢作乐跟夫差就好了，我也控制不了你。所以这个时候说范蠡跟西施有感情也罢，说是勾践一箭双雕也罢，总之故老相传，这范蠡跟西施那个时候2个人已经就算2口了。就这么着呢，训练了3年，再看西施郑旦2个人光彩夺目啊，大家闺秀的气派，而且异态万千，男人看了是神魂颠倒。这勾践决定把这2人送过去。果不其然，夫差一见到西施郑旦，马上来是也是神魂颠倒，而且到了吴国时间不长啊，郑旦就死了，有病。所以这等于当间谍的重担就落到西施身上，而这2人死一个，吴王夫差更加宠爱西施，再加上越国来了不少音乐家、工匠什么，好，为了我这个心爱的妃子大兴土木，先是修什么呢？姑苏台，然后呢再修管娃宫，这2个地方都非常漂亮。春夏的时候呢，跟西施2个人住在姑苏台，冬秋的时候搬进管娃宫，这享不尽荣华富贵，修的富丽堂皇。你比方说这个西施走路呢很有节奏感，好，我给你修个响替廊。什么叫响替廊？把这地都挖成地沟，里边埋上一个个缸，上面铺上木板，西施从这儿走，你听那脚步跟音乐是哒哒哒哒哒，说白了就现代爱尔兰的踢踏舞，比那好听的。哎，就是让这个西施啊，你怎么高兴怎么来。春天咱一块赏花，夏天咱们进里边避暑，秋天一起登高望远，冬天咱们踏雪寻梅，反正是吃喝玩乐什么都有了。这管娃宫更是富丽堂皇。一开始这管娃宫修建的时候呢，郑旦还没死，所以后来白居易
写3首忆江南，其中第2首是这么写的，叫江南忆，其次忆吴宫。吴酒一杯春竹叶，吴娃双舞醉芙蓉，早晚复相逢。这个吴娃双舞就是指西施和郑旦。那么这个夫差如此宠信西施，难免就是不理朝政。再加上朝里有个大臣是个奸臣，太宰伯嚭，这勾践也经常贿赂他，他也吹个小风干嘛呢？伍子胥这时候一点点就受冷落，这伍子胥不得待见，也生闷气儿，这关系弄得不好。吴王夫差很自大，灭了他，派伍子胥出战要打齐国。伍子胥说：“我们两国关系不错，你跟他打去，但现在这个国力不行，不能跟人打。”所以半道称病就回来了。那这个时候，夫差可气坏了，说：“你这么敢不听我的，给拿把宝剑过来，意思你自个抹脖死得了。”伍子胥一看命保不住了，就死了。临死前说句话：“把我这脑袋割下来，给我挂到城门上，我要看着越王勾践打阵。”这是个典故嘛，把脑袋悬城门上。后来陈毅不写诗吗？南阁烽烟正10年，此头须向国民前。典故从这儿来。伍子胥一死呢，这夫差更加肆无忌惮，跟西施2个人寻欢作乐。这世界上还有好吗？这勾践嘛，一看吴王夫差已经把这个吴国朝政败差不多了，带兵打过来，最后呢，把这个吴宫团围住。夫差没办法，跟伍子胥一样自尽。那么故事说到这儿呢，咱们说这个西施呢，按照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按照原来勾践的许诺，是不是就该回到这个越国，跟范蠡2个人归隐林泉隐居，或者说是只羡鸳鸯不羡仙吗？但是这个历史留下来的一些资料显示还不完全是这么回事，有多种说法。咱们刚才说这个归隐林泉，这个是好多历史史书记载了，说与范蠡泛舟5日走了。当然这个呢还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一个是之前你勾践的答应了，第二个呢范蠡也琢磨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敌国破，谋臣亡。你功高震主这不是个好事。范蠡一想，进入和平年代了，与大王勾践我们共患难，很难同富贵，我不如走了。再加上带着西施泛舟5湖，多好的日子。所以据说范蠡带着西施跑了。但是他为什么跑呢？这就有点类似什么呢？咱们看过《水浒》知道，燕青和李师师姐弟恋，2人最后就走了。为什么走了？一个是2人有感情，再一个李师师不管怎么说，她是个姚姐，是个妓女。所以这个浪子燕青跟一个妓女结婚了，走了，不露脸的事，所以燕青后来基本就没露面。那么这时候范蠡呢，是他跟这个西施有感情，可西施毕竟跟着夫差跟了那些年，将近10年，要用咱们传统封建观念来说，身子都不干净。这范蠡作为当朝大夫呢，得了，我们俩就躲开大伙儿，你也甭议论。所以这有它合理性。据说范蠡后来泛舟5湖，处处做买卖，成了天下第一富豪，就是那香港李嘉诚似的，人家管他叫陶朱公，最有钱的。这是你想让这个西施嫁了这么一大款，后来日子也肯定能不错。所以这个呢，是我们期望中西施一个很美妙的结局。但是有别的史书没有这么记载。怎么记载呢？说西施死得很惨，被绑上石头扔江里，活活淹死了。这个说白了，以前我们的老梁说谈下里做过这类的，就说我质疑屈原死的时候，很可能被楚怀王抹肩头拢二背，扣到麻袋里捆上，扔到江里死了。这你看那粽子外面那绳就得捆那绳子，里头那馅就屈原的身体，这粽子象征是屈原这么死的。西施这种死法跟屈原的死法有史书记载是一样的。墨子就写嘛，西施之臣，在其美也。西施为什么死？太漂亮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就说这个把西施迎回来这越王勾践心眼就活动了。当初你看在吃苦遭罪想不起来这个，
饱暖思淫欲，饥寒起盗心。现在这个天下太平了，自己这已经达到权力顶峰了，西施这么漂亮，就想把西施留在身边。一想把西施留在身边，气坏了一个人，谁呢？虽然说范蠡，有人说范蠡，那倒不是，皇上想怎么着他也没办法。勾践有个夫人陪着他一起在这个吴国遭罪，糟糠之妻。他说：“他怎么说？你要另有新欢，想把西施弄你身边去。”这个女人醋劲大发，趁着越王勾践召开诸侯国峰会的时候，偷偷摸摸把西施骗出宫，捆上之后绑石头扔江里。说这事儿勾践不气坏了吗？那是气坏了。但是人家夫人在朝上讲了这么句话，说此亡国之物，留他何用啊？你看，因为他把整个吴国都给弄灭了，这是祸水啊！这不能留啊，留在大王身边早晚是祸害。哎，你看名正言顺，理直气壮。哎，这勾践也不好多说。其实从勾践本人来讲呢，他也琢磨这事儿了。就是你看，我这如果要把西施弄身边了，范蠡就得生我气，反正我也得不到，死就死了。再一个，他在那卧底10年了，那知道了吴越之间太多的秘密，这样人还是闭上嘴为好。据说呢，不把他沉到这江里了吗？江在泥沙里呢，还出了一种河鲜呢，还海鲜呢，就跟我们吃那个蛏子什么蛤蜊似的，挺软乎，挺好吃。说这东西叫西施舌，西施的舌头，沉到江底化成这种食品了。但后来郁达夫还写过一篇文章，说这确实就是这东西好吃。你看这个文人好色之心呢，所以这个说法呢显得残忍点。有些人不希望这样，就说西施回来呀，中老园林了，也没跟范蠡也没什么的，但江边洗衣服时候呢，脑袋一迷糊，沉到江里就死了，这是一种说法。还有说是吴国人呢恨这西施，偷偷摸摸的派人把他给杀了。但还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，金庸在他的《越女剑》这作品里写了，说这个范蠡啊身边还有个女人叫阿青，特别厉害，说越国人的剑术都是他教的。这阿青呢挺漂亮，就爱上范蠡了。结果这范蠡对西施念念不忘，阿青就很嫉妒，这女人嫉妒，最后见着西施呢，歘，这竹竿出来就要把西施杀了。再仔细一看西施这长相，哎呀，我见犹怜，何况老奴啊，确实漂亮。自惭形秽，得了，我成全你俩了。阿青就隐居走了。可是呢，他这竹竿过来呀，上面带着剑气呀，能耐大，领武功，身上有杀气。这个剑气已经虽然没碰西施身体，已经刺伤了西施，正对西施胸口嘛。据说就造成了西施这个心脏供血不全。所以这个时候西施用手捧着心口，觉得疼，西施捧心就从这儿来，这是金庸小说里的解释。反正你看，我们今天给大家把西施这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更加看出西施这种浓厚的传奇色彩。如果它确实历史上实有其人，准确记载的话，也不大可能衍生出今天这么多传说。而且西施我们一直是把她当作3贞9烈的女子看待，你别看她委身夫差，后人都挺佩服她，但是说实在的，西施是特别特别幸运。从本质上来讲，你这个西施跟古代那些所谓祸水，当然祸水这是对女人一种不尊重提法，不能这么提。其实西施本质跟什么陈圆圆呐、妲己呀、妹喜呀差不了太多。怎么差不太多呢？妲己、妹喜呢是坏了夏朝，坏了商朝天下，可是回头人都骂他。西施坏了吴国的天下，怎么就没人骂他呢？最关键一点是，一开始西施有明确的任务，把你派到那个国家去间谍，但谁能一定就否认这个妹喜跟妲己2个人就没这个任务呢？但最倒霉的是，最后灭了夏朝的不是这个妹喜的祖国，灭了商朝的也不是妲己的祖国，而是别的国家给他灭了。所以你看，人家总结你失败了，为什么失败？这俩女人闹的，你就祸水，你就是狐狸精。这个西施就很幸运，自己的祖国越国把吴国灭了，他一下成英雄，民族英雄。假如说这吴王夫差不是被越国打败的，让齐给打败了，让这个楚给打败了，坏了，这吴国怎么灭的？
不是夫差宠信西施，哎呀，这个女人祸水狐狸精。所以你看，他幸运就幸运在最后是自己的祖国打败了吴国，所以西施才得以名垂全吴。